今儿个爹也要让朝堂上那帮势利眼闻闻什么叫人间仙味。李协律，这半块翡翠糕赏你了。哼，清高，哼，本官倒要看看你这把老骨头能硬到几时。走。老夫便是饿死，也不食嗟来之惨。前世作为营养学博士，我太清楚黄曲霉素的毒性了。这玩意儿吃下去，可是会直接肝衰竭的。夏夏，别闹，爹不饿，这窝头剥了皮还能吃。爹，吃这东西会出人命的，交给我吧。夏夏，是爹没用，连口饱饭都让你吃不上，就这点烂菜叶子还能做什么？非遗美食的精髓，从来不是暴身赤羽，而是化腐朽为神奇。火候就是灵魂。爹，趁热吃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夏夏，这是那粗米做的。不用，今儿个爹也要让朝堂上那帮势利眼闻闻什么叫人间仙味。这色泽，这异香，李大人，这莫非是万氏酒楼的招牌八宝烧鹅？算你有眼光，这烧鹅5两银子一只，还得提前半个月预定。哟，大家快看啊！李大人又带他那个破竹盒来了，清水就搜无头。李大人真是清正廉明，我辈楷模啊！笑吧，一会儿有你们哭的时候。这是什么味道？为何如此勾人神魂？小女瞎做的粗茶炼饭登不上大雅之堂，各位大人还是吃烧鹅吧。大理寺卿萧云正，黄羊怎么来了？他不是有极为严重的厌食病，吃什么吐什么吗？听说连御赐的珍馐他闻了都要杀人。这饭是谁做的？小半官的女儿。那年仲夏，你爬上心里看着灯高堂，我与月老写下你秋千，我诉诉心来唐突，求菩萨保佑我俩不停地猜，又不能一卦，几手火符，还是单几手爱，对你的爱，火焰王把东西咽下去了。
而且看他的表情，简直像是吃在吃什么绝世仙丹。明日再带一份。不过是猪油蒙了心，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。粗鄙之时！李大人，令爱明日能否也帮我带一份？我出1两银子，我也出银子，绝不让李大人吃亏。夏夏，我阎王竟然吃了你做的饭，同僚们都求着我带饭呢。这就是古代最高权力圈层的降维打击。既然要做，就不能做普通的盒饭，我要做大王朝高端定制盲盒便当。爹，您歇着，我这就去西市采购，明天咱们做大席。李正清，听说你得罪了李侍郎，赶紧把欠老娘的2两两还我，别想连累我们家被抄斩。这是什么肉？好香啊！快给舅母先生尝一口。死丫头，你反了天了！吃你一口肉怎么了？你们家欠我2两银子，信不信我马上报官拿你们抵债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但我的肉，你连闻都不配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们黎家怎么会有10两官银？是不是偷来的？拿着你的钱，慢走不送。哎呦，死丫头，你等着，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！爹，帮我分装。明天咱们要让满朝文武都见识一下什么叫降维打击。李大人，这是我昨天订的那份1两银子，拿着。放屁！我昨天先开口的，李大人，我出2两。都给我滚开！这韩饭本官要了！爸！苏培，偏殿在吃什么？给朕呈上来。各位大人，真是不好意思，陛下还在御书房饿着肚子呢。这盒饭咱家就先带走了。不过是个低贱的厨子把戏，竟敢惊动圣驾！努力吧，不琵琶，梦敲月下，谁在弹唱？思念远方牵挂，那人笔下。陛下，上尉试毒，滚开！好，这才是人吃的烟火气。传旨，每日早朝，李正清必须送一份此等美味入宫。陛下，这民间未经查验，恐有歹人下毒啊！臣恳请彻查李家。陛下，李家来历不明的饭菜，若有歹人投毒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李正清这是谋害圣上啊！大理寺接管黎家送膳验毒之事，谁有异议？冷面阎王去验毒，这分明是去当黎家的官方保护伞，好名正言顺的每天蹭饭吧。50两，买断你那卤肉方子。黎姑娘，这可是天大的恩赐，否则
全京城你买不到1两肉。50两买断我绝学，还想卡脖子？做梦！拿着你的臭钱，滚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明天让你连西北风都喝不着。老板，那些准备扔掉的猪大肠和猪血，我全包了。姑娘，这可是极度污秽、性臭难闻的贱民之食，连野狗都不吃啊！你只管卖就是。古人根本不懂如何清理下水，但我这双属于营养学博士的手，最擅长就是降维打击。粗盐的物理摩擦力带走粘液，面粉的超强吸附力死死咬住肉缝里的杂质，酸碱中和，彻底清除异味。陛下，李正清欺君罔上，万家来报，他今日买的就是最污秽腥臭的猪下水。李正清，你作何解释？若敢给朕吃秽物，满门抄斩！不到旁，我愉悦来献香，要你成全，我哭诉亲爱的父妈，求菩萨保佑我。萧大人，您可是万金之躯，这等下贱的暗杀之物，看一眼都脏了眼睛，赶紧扔出去吧。食材无贵贱，全凭厨子手艺。李大人金玉其外，自然不懂。吐吧！别莲花，千古佳话，似水花。背吧，木琵琶，红桥月，谁在弹唱？思念爵位，臣愿以性命担保。我愉悦来献香，天地庄稼，收获了一场又一场。好一个变废为宝，化腐朽为神器！李家丫头此举，乃我大梁勤俭之表率。反倒是你，平日里胡张奢靡，不懂民间疾苦，竟然连这种极致的美味都要打压诬陷，简直罪不可恕！罚俸1年，滚出去！借着御赐的长金和百官提前塞来的定金，我果断开启了第2阶段的计划——开店，主打平价亲民路线。找死的东西，敢在万家的地盘抢生意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店能开几天！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大白菜也敢拿出来卖钱，这玩意儿在咱们揽月楼那是喂猪的。穷酸丫头，趁早关门回乡下种地去吧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东家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客人都被赶跑了。把门前那口最大的铁锅给我架起来！今天我要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。前世国宴级别的非遗名菜——开水白菜，专治各种不服。就这泔水一样的破汤，也敢拿出来卖？
搞半天就是一碗清汤寡水，也敢拿出来丢人。黎大人，令爱今天开业，咱们可是饿着肚子来捧场的。谁在弹唱四野风情波浪，那人的笑，你背上冷冰冰盖着道旁，我日月来线下。谢谢。对面在做什么？怎么这么香？掌柜的，那白菜给我来一碗，10两银子我也给。黎姑娘手艺确实了得，但若明日你连1粒盐都买不到，我看你拿什么做菜？东家，盐罐底都刮干净了，全城的盐铺都说没货，就是有货的，盐价也翻了整整1倍啊！这万家太毒了，他们买通了所有盐商。爹去求求同僚，就是拉下这张老脸，也得借点盐回来。爹，您别去受那窝囊气。既然万家想在源头上卡我，那我就亲手劈开这条垄断的锁链。古人深知这种盐不仅又苦又涩，里面还含有致人死地的重金属毒素，连乞丐都不敢舔一口。但在我眼里，这就是一座金山。掌柜的，那丫头疯了，她拉了2车西郊的毒盐回去。他这是狗急跳墙了，用毒盐做菜。我看他这次不仅要关门，还要被满门抄斩。把所有的毒盐倒进大缸，加水搅拌。最上层是洗净的粗河沙，中层是细沙，最底层铺上我亲手烧制的木炭。倒水。神奇的物理吸附作用，将所有的重金属毒素和泥沙死死拦截。我日月来线下，要我求生，我不是进来的主人。天哪，这是什么仙物？起锅，做古法盐水鸭，重新开门迎客。给我封了这黑店！你竟敢用西郊的毒盐谋财害命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放肆！这盐可是朕恩准的。萧大人，这丫头用西郊的毒盐做菜，这可是谋财害命的大罪啊！萧大人，毒盐。今早黎正清送进宫的膳食里带了1小罐此等神物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未吃过如此细腻纯净、毫无苦涩味的盐。你到底是谁？大胆狂徒，当今圣上当面还不跪下！丫头，我要尝尝你那用神盐制作的盐水鸭。好！这等提纯细盐的神物，竟被你说成毒盐。焦云州，万事勾结盐商，哄抬盐价，图谋不轨，证据确凿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严查！剥夺万家部分皇商特权，将他打入天牢。丫头，
这停唇戏言之法，乃国之重器，你可愿卖与朝廷？民女愿将此法无偿上交朝廷。民女只求大梁百姓再不受奸商剥削，人人都能吃得起平价盐。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囊离开家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吃罚酒。好一个天下第一食堂！那就让这丫头和前线10万大军一起饿死吧！我的初衷是做平价食堂，现在全被权贵占了。那些真正需要热乎乎饭的码头脚夫和穷苦书生根本进不来。去，把门外那些孩子都叫进来。敞开吃，管饱。一顿饭收服了人心，我给他们洗澡，做统一的短打制服。仅仅3天，大梁朝第1支快脚外送队正式成立。万氏酒楼被我这种全程外卖模式挤压的连苍蝇都不飞进去一只。那个总是冷着脸来蹭饭的大理寺卿，已经连续3天没出现了。北境粮草，这是剧毒的黄曲贵素，有人在大军的粮食里下毒。夏，萧大人的脉象虚弱至极啊，这流了太多血了。爹，去抓当归和黄芪，快！萧云舟不仅有严重外伤，更是气血枯竭。普通的汤药，他那厌食症的胃根本喝不下去。我必须用神之味诀，调配出最精准的救命药膳。蝶莲花，千古佳话，似水中月，静谧着镜中花。竹篱笆，木琵琶，宫桥月下，谁在弹唱？思念远方牵挂。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囊离开家。你醒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北境血灾，朝廷调拨的10万担军粮全在半路受潮发霉，前线将士中毒无数。这
这是承运军粮的万氏家族干的，他们故意拖延，让粮食发霉。不错，他们制造前线粮荒，逼迫朝廷以10倍的天价收购万家暗中囤积的陈粮。我奉旨安察，遭死士一路追杀。国难菜，他们这是在吃将士们的肉啊！想发不义财，我要让万家连本带利全吐出来。陛下息怒，北境大雪，军粮霉变乃是天灾啊！草民愿毁家随寒，捐出一部分余粮，但条件是皇家盐铁之权需交由万家打理，以安抚商会。荒唐！金銮殿岂是女子擅闯之地？还不拖出去砍了！李姑娘，莫非你想用这喂猪的剩菜去救10万大军？苏总管，劳烦取一盆滚水来。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李，站起人高喊。我才保佑我俩。陛下，此乃脱水蔬菜与压缩干粮，干菜防夜盲，干粮1口顶5口，足以御寒抗击。好，天佑大梁！册封李之下为军粮总督办，查抄万氏在京城的所有囤粮，全部送入李家作坊赶制。东家，你闻，这是什么味儿？猛火油。大家捂住口鼻，往后原地交车！东家！我来晚了，你没事吧？放火烧粮，形同叛国，杀无赦！我家还在京城主粮仓投了毒。京城主粮仓，那可是朝廷最后的储备粮。更致命的是，我爹今夜正好奉旨在那儿监管主仓。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了，背上行了。李正清监守自盗，与万家勾结，贼喊捉贼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闭嘴！大理寺办案，轮不到你乱吠。
萧大人，此毒无色无味，且被均匀混入了数万斤粮食中。若不能精准挑出毒粮，这10万斗粮食便全废了呀！我来，拿黑布来，拿黑布来，蒙上我的眼睛。大自然中能提取出无色无味毒药的植物，其生物间必然带有极微弱的色味，绝对逃不过我这神之味觉与嗅觉。这带安全，这带安全。这带有毒，搬走！装神弄鬼，你说有毒就有毒，证据呢？拿活体白鼠，拿活体白鼠来，验。黎姑娘真是个神人，毒粮都能分离，粮草保住了，黎正清的清白不证自然。大理寺听令，包围万府，一只苍蝇都不准放走。万家不祸乱粮草，他们竟还私通北蛮！北境800里加急，大雪封山，辎重车寸步难行，前线将士已断粮2日，正在靠啃兵营的树皮充饥。陛下，臣愿率轻骑营踏雪送粮。陛下，民女制作的压缩赶粮需特殊烹饪，民女愿随大军同往北境，亲手为将士做饭。大梁的饿死鬼们，出来投降吧！哈哈哈哈哈！下锅生火，烧血水。好暖和，我又有力气了！将士们，吃饱喝足，随萧大人杀敌！大梁铁骑，随我出营，踏平北蛮！万家背后的主子，竟是一只装傻的二皇子。大梁为我，李姑娘为我。北境大捷，黎正清筹集军粮有功，连升3级，提拔为户部重臣。黎氏之下救灾有功，
特破例册封为从五品私善女官，赐牙牌。一直装作闲云野鹤，实则暗中操纵万家发揽财的二皇子，竟要在王府设洗尘宴，点名邀请我爹和萧云舟。鸿门宴，他这是要狗急跳墙了。不管是什么宴，我们去会会他。黎大人厨艺通神，本王偶得一份古籍残谱，名为《龙肝凤髓》，不知黎大人可否赏脸烹制？殿下，这菜谱少了一味关键的引子，来人，去取紫苏叶和甘草来。在现代营养学和毒理学中，紫苏甘草的提取物恰好能中和这两种生物的烈性神经毒。殿下，请品尝。父皇，黎姑娘不仅厨艺了得，更是容貌倾城，容貌倾城。儿臣恳请父皇赐婚，纳黎之下为侧妃。好恶毒的软禁！一旦我成为侧妃，我掌握的军粮和民生技术将全部沦为他夺嫡的筹码。臣有要事启奏。万世余孽的走私账本在此，牵涉皇室宗亲。臣与黎姑娘曾共历生死，早已私定终身。臣以立誓非他不娶，求陛下成全。陛下呀，小女粗鄙不堪，整日与油盐猪下水为伴，这等粗野丫头哪配得上皇家天威呀？好，既然你们已有婚约，朕便顺水推舟赐婚。杀人偿命！黎之下的干粮有毒，害得全城人上吐下泻。妖女滚出来！敢动他，杀无赦。
不能伤百姓，他们是受了二皇子的蛊惑。开门。上吐下泻，面色青紫，皮肤失去弹性，这不是中毒，这是吃坏了水导致的急性肠胃炎与脱水。古人熬的中药太慢，他们是死于电解质严重流失。这不是中毒，大家给我半个时辰，若救不活他们，我以命抵命。把这些水给重症病患灌下去。火急！北蛮使团携西域厨神入京挑衅，两国比拼厨艺，败者各让北境3城。不琵琶，空桥月下，谁在思念远赴牵挂。大梁若比厨艺输了，便割让北京3城。怎么，大梁无人敢应战吗？父皇，李女官厨艺通神，堪当大任。大任。好阴毒的捧杀！赢了，二皇子举荐有功；输了，我就是割让国土的千古罪人，要被满门抄斩。这挑战，我大梁接了。第一局主题为星，这是北蛮沙漠土洋，腥膻味足以让人作呕。规则是，不可用任何重味香料掩盖，必须原汁原味。木琵琶，空桥月下，谁在弹唱？思念远航，思念远航之花。萧大人，帮我找几根粗甘蔗，还有最便宜的白萝卜。萝卜甘蔗去阳山，简直是痴人说梦！传令下去，准备给黎家收尸。绝妙，大局已定。非遗美食的最高境界，从来不是用香料去压，而是用食材去化，大道至简。甘蔗中的天然蔗糖，在文火慢炖下，会悄无声息地渗透进肌里，中和碱性膻味。白萝卜犹如海绵，疯狂吸附汤汁中的杂质。太好吃了，我还要喝3大碗。第二局，我们来比毒焰。
那是西域河豚。碰一下血都会当场暴毙呀！不比了，我们认输，陛下开恩啊！我女儿不能死啊！住手！只要刀工足够精准，彻底剥离毒腺，它的肉便是不含任何毒素的绝世美味。这考验的是外科手术级别的手吻。谁在弹唱思念远方牵挂？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囊离开家，古道旁，我日日来闲暇，千里庄稼，收获了一茬又一茬。黎大人的命，我来护。是他，是二皇子买通我，要在决赛用毒蘑菇毒杀大梁皇帝。既然你们逼我，那都别活了！暗影卫，杀无杀！萧云舟，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找死！古人根本不懂什么是生化武器，这可是魔鬼椒研磨的粉末，一旦接触猛火油的高温挥发，堪比现代催泪帕子。痛死我了！我的眼睛，痛死我了！黎之下救驾首功，朕要重重赏！城外大梁曾突发大火，火势冲天。父皇，那100万粮食烧光，京城就等着饿死吧！谁在弹唱思念远方牵挂？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囊。火势借着西北风已经失控，现在唯一的办法是用现代消防的隔离带理念，壮士断腕。萧云舟，放弃外围，不要用水了，让你的人在未烧的粮仓周围挖出一条1丈宽的隔离壕沟。黎之下，你疯了！你连命都不要了吗？有了它，大梁就不会饿死。陛下，天降大火，此乃上天警示，黎之下是不祥之人，是妖女啊！陛下勿忧，有了它，
不仅能解京城之急，还能让大梁百年无鸡同。黎之下，你是被火烧傻了吗？这等番邦进贡的观赏毒草，连猪都不吃，你竟敢拿来欺君！无知真可怕，这可是被誉为救荒神物的高产红薯，在这个农业落后的时代，它的产量足以碾压水稻和小麦。陛下，此物名为番薯，无毒且产量极高，只需3个月，民女便能在城郊荒地种出填饱全城百姓的粮食。若3个月后无粮交斋，民女愿提头来见，女愿提头来见。臣愿以项上人头为李女官作保。李姑娘，3个月之期已到，若是挖不出你说的100万石粮食，今日就地正法。拿下！扰乱民心，死不足惜。北蛮趁火打击，索要巨额战后安抚金，否则将就取昔日诸国重新开战。陛下，陛下，国库空虚，唯有增加各地农税了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，那是杀鸡取卵。没钱，那就去赚外邦人的钱。我有满脑子的食品深加工技术，这就是降维级别的经济战武器。臣有一计，利用过剩的红薯进行产业升级，大赚外邦金银。出酒了，东家出酒了！这是纯正的红薯烧，古代多为低度浊酒。而我提纯的酒精度极高，入口犹如吞下一团火焰。对极寒地带的北蛮人来说，这是致命的诱惑。好烈的酒，给我来100坛！卖炭，这粉条我也要了，金子随便拿。兵不血刃，不费一兵一卒。用美食作为武器，高价倾销，一车车的货物运出去，换回的是一箱箱耀眼的黄金和白银。黎之下，公要在太后60寿宴上布下一个让你万劫不复的死局。哎呦，黎大人真不巧，新鲜的素菜和好刻画的禽肉都被奴才挑光了，只剩下角落里那些干海参了。太后患有严重的消驼症，这种海鲜若处理不好会引发剧痛，她这是笃定我要出丑。古人不懂蛋白质长发的化学原理，只要纤维被彻底软化，这就是最顶级的滋补圣品。
敢动他？休克症爆发，太后怕是……古人不懂血糖飙升导致的急性高渗性昏迷，那盘糕点才是毒药。取我袖中的瓷瓶来。这糕点中被人掺入了极其过量的提纯糖霜，太后根本不是中毒，而是糖分过量导致的休克。那糕点甜得发腻，李丫头的汤救了哀家的命。宣李之下进殿。李之下，李之下，改良军粮，平抑盐价，推广番薯，填补国库，绝功至伟，可破例册封为正一品司农兼司善女官，见君不败。我做到了，不靠后宅斗争，我凭着跨时代的知识，真正实现了用美食兴邦。陛下，臣的聘礼已备齐，求陛下速速定下吉日。臣的胃已经1天都离不开黎大人的饭了。准奏，择吉日大婚。李青天，祝神女白头偕老。那年仲夏，一杯伤心的美女开家，舞道旁，我越来越显下。以前是你用这碗饭救了我的命，从今往后，换我为你做一辈子的饭。我终于用自己的双手，将这盛世的饭碗稳稳地端在了所有的手中。